有缘人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通俗易懂、觉醒开悟的过程。一个注定被上天选中修行的人，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就已经跟他的灵魂签下了契约，带着一部分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。因为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是绝对宇宙创造的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，绝对宇宙本身属于非物质的层面，它只有意识能量体，无法去体验自己是开心的还是痛苦的。正因如此，它需要通过我们把灵魂植入人的身体之中，让这个身体去经历人间的一切喜怒哀乐。唯有借助这种清晰而真实的体验，它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。所以一个注定要修行的人，往往不会出生在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，恰恰相反，他可能会经历六亲缘浅，无亲无靠，缺乏爱与精神支柱，甚至生活在单亲或贫困的环境中。因为他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经历来获得体验，并从中实现自我升级。当你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，这是你灵魂之前选好的剧本，再加上你来到后天这个环境，你身边从小到大接触的人，你上学的老师，包括同学，以及出社会所有的这些规定，把你这个剧本再次的确认，你就是来吃苦受难的。于是你有了深深的不配的感，你的心里会有很多的创伤。每次你遭遇到了社会的质疑、人格的攻击，你的家庭告诉你，你很贫穷，你很自卑，你很无能，然后你就必须要配合你这个家庭的剧本，你就是要确认自己是自卑的，不值得的，但是你心里面又不愿意接纳，于是你就有了不停向外去抓取精神上的依靠。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理解，别人的认可，别人的夸奖，别人的赞美。因为你这些匮乏的念头，所以导致你从小到大不停地在这些匮乏的念头经历当中去轮回。你心里过不去的这些恐惧的念头，这些坎儿，它会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事情不断地重复着经历，直到你的心完全接纳。因为经历足够多了，你每次都想要抓取，却欲求无门，所有的苦难都是靠你自己独自消化，抓取多了你抓不到，所以说你就只能选择放下。这时候你放下了，你会发现你人生所有的坎，所有的劫都逆完了，你会瞬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你的意义是什么？于是你就静下来思考，我经历了这么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只是来吃苦受累吗？难道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吗？这时候你就会从外抓取的心完全的收回来，集中在自己身上。你开始审视自己，觉察自己，探索自己，研究自己。于是你终于觉醒了，你会发现过去所有的经历，那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，那都是别人眼中的你自己。你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认真的活过一次，然后你就开始来证悟自己的生命之道。你开始学习传统文化，了解宇宙真相。后面你会发现你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磨难，这就是因为你出生之前，你的灵魂意识的能力足够强大，
你能承载得住这样一份苦难的载体，这是上天给你的灵魂剧本。这时候你就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经历，你开始总结、复盘，你会发现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在超越昨天的自己。你已经从深渊当中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，但那时候你并没有觉醒，只是你的意志很坚定，一直在推着你走。他告诉你，这个路你必须得这样走，你只有走过去，扛过去，你才能得到一份经验值，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值，你储备的足够丰富了。这时候的你就突然顿悟了，你感觉你就是来人间历练的，就是来体验的，你并不是来享受别人一成不变的人生剧本的。大多数人一生都可以按照这种社会的常规，可以顺利地度过一生，但是你不行，因为你高敏感，灵性敏锐，洞察力强，内在能量极高，所以你比较敏感，别人的一言一行就能随时消耗你的能量，而且大多数的环境，你只要站在那里，你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你会显得自己格格不入，你也不想融入，你也融入不进去。你发现自己如果强融过多你不舒服的圈子，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身心，都会遭受双重的致命打击。这时候你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要把自己解脱出来，因为你明白这是最好的时机，也是最好的机会。你明白你解脱的不仅仅是自己，而是你整个家族的命盘。明白真相以后，你就不想再被这个假象的命盘操控了，你要跳出来成为操控命盘的主人。世间分阴阳，如果你对自己压抑过多，不爱自己，你的阳气会一点一点消耗殆尽，你会比同龄人提前离开这个人世。但是你以为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真的以为自己解脱了吗？错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你在这个世界的离去，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重生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你从来都没有醒悟，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吃这么多苦。如果你不了解真相，你没有活出自我，你就会生生世世吃轮回的苦。因为宇宙的爱对每个人都是真的，它只接纳命运指引它的人。如果你执念的那些东西太重，宇宙会以为你需要它，但实际上你很痛苦。但是你要执着，宇宙以为你需要它，它就会给你。比如说你赚钱很辛苦，那宇宙以为你就想体验赚钱很辛苦的感觉，所以说它就会一直让你持续体验赚钱很辛苦的这个过程，都是体验。因为他以为你要体验这种赚钱很辛苦的过程，于是你生生世世都在吃赚钱很辛苦的苦。你没有活出真实的自我，因为你活的都是憋屈压抑的自己，因为你没有告诉宇宙一个清晰的规划，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。所以这种执着体验时的辛苦会持续的，生生世世的在你的轮回剧本里面一直重演，直到你演的你不想演了，你痛醒了，你才会发现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这时候的你
才完全醒悟，你才知道原来过去的我一直都活在虚假的世界里面。所以接下来你不能欺骗自己，你要真真实实的在做自己，做什么舒服你就做什么，做什么开心你就做什么。你要让宇宙来指引你人生的方向，要把自己感受的情绪，自己的未来全部交给老天爷。你把人生所有的痛苦都体验完了，你才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带不走的。而且还有很多人都在执着人生的痛苦里面走不出来，入戏太深。而你有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值，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跳出来之后瞬间的解脱。你可以将这些一环接一环的经历进行总结，最终你会明白为什么你要经历这一切，然后你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明了，你就可以给别人很清晰的方向，让别人不要去执着一些带不走的东西。因为你世界里面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你自己的念头幻化而来，因为你有这些匮乏的念头，所以说这些所有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人，都是为你的灵魂剧本安排而来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觉醒。但是你入戏太深，执着太重，你就醒不了，你就会在这个痛苦的剧本里面一直无限的轮回，直到把你痛醒。如果你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你还没有醒，那你这辈子吃的苦都是白吃了，因为你不明真相，所以你解脱不了。你不知道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你就是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还要为你这些执念去买单，继续去另外一个世界吃这些执念的苦。这就是生生世世的轮回。不明真相真的好可怕。再如果说你痴情太重，老天就会让你一直吃痴情的苦，让你遇到一个又一个的渣男，直到这些渣男彻底的把你痛醒。于是以后你再也不想靠着男人过日子了，然后你开始放下情结，开始打理自己的人生，你再也不会想着靠谁来拯救你了，因为没有人会来，因为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的匮乏而来，因为你的执念而来。当你明白真相以后，你就放下了所有，放下的解脱，你就开始活出自我，你的生命能量才会持续的向上，你就有机会走出家族的业力系统，走出六道轮回。所有的人都是来圆满你的人生的，就是你本自具足，什么也不缺，你就是来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家。灵妖，万法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。你的命运剧本在出生前就已经看过是什么样子的，根据你前世是什么样子的，来世你只能选择投身什么样的家庭。比如说你在这一世结束，生命的福报只有30分，那你下一世投身的家庭大概多半都会是你这一世的福报分所匹配的。那么有的人上一世福报大，他有80分，这一世他就享福，但你这辈子忘了你的任务，你只会享福，没有积德，你的福报分就会在这一世陆续的减少。如果消耗完了，那你下一世就没有资格投身到这么好的家庭了。
再比如说那些整天嘴巴不饶人的人，做了太多伤害别人的事儿，你告诉他天有因果，不好好做人是要被惩罚的，可他根本不相信，甚至说我才不相信呢，人死如灯灭，哪有什么来世？这就很有意思了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你仔细听，他说的话就是他的人生，他信什么，什么就是他的人生。他不相信他下辈子可以做人，老天就顺从他，不让他下辈子做人了，因为老天只指引接纳他的人。你要什么，老天就给你什么，因为宇宙的真相就是一个真实的意识能源信息采集库。你不相信你能做人，那下辈子你就可能只是某只动物，因为动物只考虑自己怎么活下来，其他的一律跟它没有关系。你细品一下，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就是思想禁锢，除了考虑自己的生存以外，你说什么他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，这就是他的认知局限，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于是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小，甚至小到没有光了。在没有光的情况下，那些阴暗的东西，它就喜欢待在你这样的人的体内。所以你要有好的人生，千万不要被负能量裹挟。有些人坏事做尽，便宜占尽，眼里面从来都没有别人，做了太多的亏心事。你告诉他有因果，他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他道德败坏，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误，所以他就活在虚假的恐惧当中，长期戴着面具做人。他不愿意承认你说的事实，所以他就会被负能量裹挟，造孽太多，他自己不允许自己做好人，于是他就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你们说啥，他只会对抗正义。我告诉你，遇到这样的人，赶紧躲远一点，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纠缠，因为你跟他有纠缠，你的能量就会与其损耗。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他不是他，你也不是你，我们都是能量组成的量子信息。你接触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和他同频，就说明你跟他有同样的量子信息，所以就出现了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。这就是每个人的思想境界所决定的。能量高的人认知高，思维活跃，可以链接一切的人事物，所以德高可镇鬼。这个月是7月，阴气很重，鬼门关打开，冤情债主都出来了。你们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念头，管好自己的念头。负面念头就是负面信息，很容易被其侵入。这个世界80%的病都是心病，你的心不健康，被暗物质填满，整个身体就会不受控制，就会生病。所以这条视频是针对那些本心善良，但是因为无名伤害到的众生，你们这个月就要好好的忏悔，从此心向光明，愿善护众生，他们便会得到你的善良加持，也会越来越好。这是一条为善意发声的视频，它就像一个照妖镜，善恶都在评论区里面，你们待会儿看哪个人的评论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些恶补需要回应，烂掉的果子直接会自己从地上掉下来，
不需要你们动手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只管善良，因为善良的人都有护法保佑。如果你们觉得善良没用，那是因为你们不懂因果。万事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。02，凡事莫急，一切自有安排。我们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，而是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之人，他们的消极情绪会影响你的磁场。专注于自我提升，培养正能量，吸引好运。心安一切皆安，心静一切皆静，心顺一切皆顺。凡事莫急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学会放下，才能看破繁华。不动于心，不乱于情，过好自己在俗世中的一生。静下来的时候，智慧与心力就在这一刻升起，就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们遇事不顺，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别总推诿他人，是真正成熟的表现。而一个不会从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人，永远也不会真正的成熟。03，打开封印，开启顶级智慧。你本不是你，只有你的相。我本不是我，只有我的相。身心脑皆不是你，只是元神投胎于人间的一个载体。你的身体只是你灵魂的载体，只是高维在三维世界的投影和显化而已。当你觉醒开悟，打开封印后，你将知道你是谁，到底是谁住在自己的身体里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你就清清楚楚明白那人世间的使命，并从容地体验这些经历故事，并欣然接受一切的发生，不抗拒，不阻碍，因为你清楚这一切不过是剧情的安排。而觉醒的第一步，就是你要放下这世间关于我的所有标签，放下背负在我身上的一切身份和定义。任何事物都不是我的，我的父母、爱人、子女，我的身份、财富、名利，包括我的身体，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一切都是缘起性空，缘起则聚，缘灭则散。如果你心地善良且情感丰富，见不得世间的种种苦难，而自己却劫难不断，数次大难不死，或者六亲缘薄，遭受忽视，身体孱弱，疾病缠身，或者求学之路坎坷，入世之路艰难，或者稍有成就时就被道德束缚，家财散尽，遭到小人的算计。当你遇到这些劫难时，切记不可半步退缩，这些都是引领着你走向觉醒、开悟的各维度考验。若能经得起这些考验，以身入道，去清理劫难，便有机会觉醒自我意识，净化自己的灵魂。你会慢慢知道，人间仿若地狱，你需要成为自己的救世主，引领着自己走出地狱，并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。若因缘具足，步入觉醒之日，便能摆脱道德的枷锁，坚定自己的意志，无需再去迎合、讨好外界的种种声音，不再逃避退缩。你会行事果断，最心有大爱，又能冷酷无情，
你会眼观外界，又能向内探索，你终将会摆脱劫难，获得新生。世事无常，未来本就充满各种变数，不要害怕劫难，更不要害怕亲身历劫。即便出身卑微，也要行天之鉴，自强不息如地之坤，厚德载物。当胸怀高远志向，双脚能定乾坤之日，或许便是悟道得道之时。命运只为接纳他的人指明方向。也可以讲，这世间所有已经历的一切，实际上仅仅是存在，不存在好坏之分。然而我们身处在二元对立的世界，极易将一些事物给它对立起来。比如说，我们期望着好运，便会抵抗磨难；我们渴望快乐，便会排斥悲伤；我们期望被别人喜欢，就会拒绝他人的厌恶。有个词叫喜恶同音，有人喜欢你的活泼，就会有人嫌弃你过于浮躁，而你自始至终都未改变。删除掉你人生中的任意一秒，你都无法成为当下的你。倘若你真的将过往人生中所有的挫折和痛苦全部删除，那你就不是你了。内心你经历的种种，共同塑造了如今这个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你。如果人只会区分好坏，始终处于二元对立之中，那么过度遵循人类的高低贵贱准则，便极易产生执念，而执着于何物，就会被何物奴役，就会从何处失去自由。唯有接纳一切，包容一切，才能真正的圆满和强大。如此，你才能够激发出自身最大的天赋和潜能。这便是放下分别心最大的意义所在。它不但能够让你达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状态，还能够在你有限的生命旅程里彻底活出自我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你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你才是一切。非常喜欢一个词叫空，空并不是没有的意思，它也不是有的意思，它是有和没有叠加的状态。因为一切事物都在流动，随时产生，随时消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无限的可能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只有你的心是真实的，你也只需要对你自己的心诚实。听到此处，也许有人会问，如果外界一切都是空的，如果人生也是一场空，那我们为何还要活着呢？这里的回答是，人生本来就虚无，但是你要投身于虚无。达摩为什么要以身入局，去体会人世间的繁华和生死别离、爱恨情仇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你首先要入世才能出世，你要先经历黑，才能明白什么是白。这一路上所有的困惑、傲慢、恐惧、痛苦，方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圆满。正因为人生是虚的，所以才值得一过。默默芙蓉花分开且落，山中的木芙蓉才不会在意有没有人看见，它只管大开大落，绚烂迷人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觉醒开悟前，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和情的问题；觉醒开悟后，世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。
都是自己的问题，向外求都是问题，向内求才是答案。觉醒开悟之人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人生是孤独的。早一点认识到人生是孤独的，你会更早地依赖自己，而不是去依赖别人，你会变得更强。以前你觉得开悟是智慧，后来你明白了开悟是能量。人这一生欲成大事，必须是成为一个觉醒者，而觉醒的最高状态就是明道开悟，明心见性。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恍然大悟的醍醐灌顶，一种遮盖心灵迷雾瞬间消失的豁然开朗，内心灵光闪现，智慧天眼轰然打开。这种觉醒不是外力，而是自悟。人不开悟，永远不可能变强大。开悟的方式有两种，见悟和顿悟。见悟是随着认知的提升逐步达到的一种境界，需要后天不断的努力。顿悟是人生中的某一刻，因为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人的点拨，突然冲出了之前的思维牢笼。开悟前是我在活着，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，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，俯瞰众生，看到真相，看清本质。开悟前认为开悟是终点，开悟以后方知开悟是起点。开悟之前以为我在度众生，开悟之后才知道众生在度我。你的每一次布施行善，不是你在帮助别人，而是别人在帮助你。开悟分小悟、大悟、彻悟。小悟百千万，大悟两三回。小悟痛彻心扉，大悟酣畅淋漓。彻悟圆满具足。每悟一次，心灵会打开一些，智慧也会增长一大截。04，元神一旦醒来，你就再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了。但是每一个元神的觉醒都不是简单的事，如果不是遇到高人击碎封印，带你修炼元神觉醒功课，必然是独自经历了心灵上巨大的痛苦才会被唤醒。对于这个亦真亦幻的三维世界而言，作为一个觉醒的元神是非常珍贵的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对这个三维世界着了相，着了迷。大多数人只相信自己的肉眼看到的，并没有天眼和法眼神通，看不到高纬度的先进和每个人的前世今生。在未来的20年，地球封印会逐步封冻，逐步转入九子离火大运。觉醒的人会更加容易心想事成，吸引世间财富，思维念力增强。在经历了3年入窍稳定期后，甚至可以修出言出法随。未来将是精神文明时代。对于不能觉醒的大多数人，因为认知层次不够，在后面的几十年中，人与人的差距只会加大。那么决定着每一个人的最终归属的，是我们元神觉醒的程度和入窍是否完成，并且通过觉醒后接到天道任务，回天庭封神。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寿终正寝，而是在肉身还没有消亡的时候，元神已受到摄封神位，也就是所谓的肉身封神时代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去研究人性，而是修炼高级的灵魂。所谓高级的灵魂，
是因维度提升而与天道接近，对人性技巧有着天然的超越。老话常说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要知道，外表只是灵魂的装饰，而真正能与天道共振的是我们内在的灵魂。我与天地同频，万物皆来利我。灵魂的维度标准就是利他心的纯粹。一个人有怎样的灵魂，就会通过思想、语言、念力、意识所呈现出来。要知道，灵魂不是修炼的，低劣的灵魂也好，高尚的灵魂也罢，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，只不过是苏醒与否罢了。换言之，当你沉浸在低劣灵魂中，你就很难苏醒自己本具的高尚灵魂。反之亦然，一个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去追光，而是他会认为我就是光。所以当你认为我就是光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会得到自由与绽放，这时万物都会归你所有。灵魂的觉醒有哪些特征呢？首先，内心充满光明和喜悦，那是一种来自灵魂和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快乐。与天地合一，与宇宙同频，没有丝毫的恐惧，内心充满能量，不断地感知和调整自己的生命能量频率，从混乱到清净，从紧张到放松，从而生出无限智慧，达到一个平安喜乐、光明有爱的生命最高状态。其次，随着地球扬升，振动频率的不断提高，封印全部被打开，包括三眼的打开， DNA 能量场的打开， DNA 重新组合，人类回归全意识状态，灵性开启，集体意识振动频率提升。那时的世界不分国界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大家生活在和平与爱的世界里。我心即宇宙，宇宙即我心，我就是神。最后，灵魂觉醒的人都可以通过意念观想链接高维思维，拥有超意识，所以不受任何观念的约束。在开悟者的眼里，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意识的修行，所有的体验都是来度自己和度别人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来丰富自己、成就自己、奉献自己、圆满自己的。痛苦是因为你活在昨天，焦虑是因为你活在未来。生活不在别处，当下即是全部。学会翻篇，抛去执念，从一个全新的自己开始。我们放弃某些执着，并不意味着失败，有时候它反而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领悟。当我们能够在经历中看清自己，在挫折中找到方向，这种顿悟往往比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更有价值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为了让你早日觉醒，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郑重地打出唤醒元神，激活封印的能量，让这句话成为你改写生命剧本的印记。你的留言不仅是为自己许下的承诺，也会与所有留下同样宣言的灵魂产生共振。
共同创造一个强大的正向量子能量场。每个人都有神性，只要被唤醒，就会变成一道光，和光同尘，可自照，亦可照人。希望你能早日觉醒，归位，行使自己的使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